都市偶像剧到底能不能来一部狠的？要说今年真正能称得上一句爆的作品，还是年初的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以及央视的《爱情而已》。至于其他的，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几乎要被骂上了天，偷偷藏不住，南风知我意，以及我的助理不简单等等，全都有顶流重磅加盟，却是一部接一部打扑街，无一例外。难道今年就真没有能再站起来的偶像剧了？这不就来了！湖南卫视终于坐不住了，呼声极高的《以爱为营》今晚黄金档与观众见面。这部剧到底有什么看点？又能否在电视剧市场低迷的当下，带着芒果台突出重围呢？让我们先一步管中窥豹，一睹为快。作为都市偶像剧，制作班底似乎一直都不是重中之重，但只要团队抗打，拿捏这类题材绝对是轻轻松松。而观众最想看的，无非是跌宕起伏或荡气回肠的感情线，以及各种唯美氛围感。郭虎导演在这方面绝对拥有话语权。论言情题材，他曾操刀了大爆的《沉香如屑》，在暑期档能与爆款扫黑题材 PK 的《周生如故》。论剧情，郭虎作为首席导演创作的《莲花楼》在年度口碑榜都是名列前茅的，所以当他与白鹿2搭现代剧，观众的期待值自然不言而喻。那么这回郭虎导演看上的是什么故事呢？以爱为营根据小说错聊改编，该剧融合了喜剧、言情的狗血还有励志等多种元素，对年轻观众来说确实非常有吸引力。原著里，女主郑书意与男主石燕相爱的过程非常有趣。郑书意发现前男友劈腿了，而且小三家似乎非常有钱，还有个开豪车的小舅舅。分手后，女主无意在国宴酒店外见到了这辆豪车，为了报复前男友并维护自己小小的自尊心，她心一横，开始了硬聊这个有钱小舅舅的漫长之旅。不过后面误会澄清，男女主的关系才算是更进一步发展。他们分别后又重逢，认识到了不同一面的彼此。郑书意是财经记者，而男主则是名誉云创总裁。或许两个人的相识过程会稍作改编，可总体下来不可能变动太多，后面二人在工作上的接触才算是真正消除芥蒂的开始。虽然剧情简介比较官方，但对于郭虎导演不少书粉还是比较关心的。只不过原著最开始作为网络小说连载，剧情多少会有一点不符合三观的设定，也正是因为靠近无脑爽文，当年热度奇高。不知道被搬上屏幕后，能否在不改编小说原味道的情况下，让剧情和人设变得更加合理。不过湖南台将其放到11月播出，也算是为下半年正式打响收视率保卫战的第一炮了。其实现在的偶像剧，观众首先想要了解的不是剧情，毕竟言情拍来拍去也逃不出大的框架，能直接决定剧集质量的当然是演员阵容了。第一对 CP 白鹿与王鹤棣，这两人平常搞笑男与搞笑女的风格本身就比较契合，在综艺节目里也非常大，点开以爱为营的预告，那更是配一脸。白鹿这2年资源确实不错，一部警察荣誉在央视群像剧里扛起了女1号，与人物适配度极高，无论和青年演员还是老戏骨搭戏，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。后长月烬明大爆，后还有待播一番大饼北上蠢蠢欲动，这回能压翻王鹤棣也并不算让人意外。而王鹤棣凭借小小网剧《苍兰诀》就能直接在大众面前拥有姓名，他与这种有点小自恋又搞笑的总裁风实在是太契合了。恰好以爱为营的实验就是如此，当王鹤棣西装革履出镜，加上优越的五官，真的不要太养眼了。第二对 CP 聂远与曾黎，今年的曾黎已经算是刷脸出现在各类题材之中了，从纵有疾风起到偷偷藏不住，再到玉骨遥和凡城之下，无论什么样的人物风格，曾黎总能刻画得入木3分。这回他在剧中将饰演唐毅，是女主的上司，也是杂志的主编，将与男女主有大量对手戏。而聂远从去年央视的《亲爱的小孩》与传家后，今年还真没怎么出现在镜头中。这种都市剧对于聂远来说已经是手拿把掐了。不过惊喜的是，虽然他总是一身正气，可还真有点百搭。
单看聂远有种老干部既视感，可当他与曾黎同框档次瞬间上去了， CP 感油然而生，只是不知道这条感情线会如何展现出来。第三对，董璇与王耀庆。以爱为营，美女真的不要太多。当董璇出现在屏幕之中，我的眼神瞬间亮起来了。43岁的董璇颜值依旧，五官立体，笑起来眼波盈盈，穿得越素就越能凸显她的大气与魅力。而王耀庆大概率会是董璇在剧中的 CP， 杀青剪辑中王耀庆只有一个镜头，可当董璇看过去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没有任何言语交流，隔着屏幕却能感受到两个人眼神的拉丝，真的太甜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魏哲鸣、江佩瑶、寇振海、安岳熙等演员重磅加盟，这一把绝对是高手局。其实以爱为营，无论是对郭虎导演还是两位主演，都算是比较重要的一部戏了。该剧上新湖南卫视，宣传力度也不错，是国虎导演在拍了不少爆款古装剧后，第一次接触都市现代作品。对于白鹿来说，这是他今年的第一部上新剧，而且是第一部一番女主上新大剧。而王鹤棣在偶像剧的路上，继《苍兰诀》后就没有大爆的作品了，所以以爱为营确实至关重要。当下也确实没有其他差不多水平的剧抗争，难道这回湖南卫视又要重回江湖一哥的地位了吗？我们明晚不见不散。